我有一個大學室友，現在白天在開滴滴，晚上在擺攤賣炸串，31、2了，到現在還沒有結婚，每天是拼了命的去幹活去努力。現在看的真的是特別的滄桑，看起來就完全不像30歲的，跟個45歲左右的年紀差不多。我為什麼今天講這個事兒呢？是因為前兩天我去參加了一個同學的喜宴，然後碰到他了。這個舍友呢是在我們大學的時候你都想不到，他是學生會的會長，就包括很多大型的比賽申論，再加上这些各種的榮譽吧，反正是他是應有盡有，就是做事情非常拉風的那種人，就是無論在什麼樣的場合，無論在什麼樣的局，這個局只要有他在，從來都不會冷場。那甚至有些女孩跟他在一個桌子上笑的都能拍桌子，任何同學只要組局幾乎都是必喊他，因為他不在，幾乎這個局就快樂少了一半，真的是這樣哈。我們大概有好幾年，我們雖然聯繫哈，但是我們大概有好幾年沒有真正見過面了。就在我的記憶當中哈，他就是一個非常會暖場的人，跟他只要坐在這兒的人就沒有不開心的。我就是因為這個，我去了這個喜宴之後，我還特別搶了一個跟他對面的座位，跟他直對着，我就想靜靜的看他表演但是這回我去随完份子之後，我就往那兒坐着，我們就吃飯嘛，中午就整個中午整個飯局坐在那兒，他就全程是陪笑的一種狀態說話幾乎都沒超過5句話，幾乎就不講話。我就特別納悶我說這怎麼跟變了個人似的呢？中午吃完飯我就單獨約了他一下，我說晚上我們去那邊聚一下本身我們之間就一直有聯繫嘛，所以說他也沒有拒絕。晚上之後我們坐下來，我就說你怎麼跟變了個人似的，也不開玩笑了，也不調侃了，也不講段子了，也不暖場了，怎麼年齡大了嗎還是咋樣？他說跟你講的這個倒是沒有太大的關係，我跟你講個事兒之前我們公司團建的時候，然後呢我在這個開會的桌子上团建，我講了一個段子，桌子上一個人都沒人笑，隔了10分鐘不到半個小時，他說反正10幾分鐘吧，他們的老總來了，也是講了他這個段子，而且還是前幾天他講給他領導聽的那個段子，就那個語氣那個節奏那個停頓那個表情幾乎跟他是完全一樣的，全場直接笑翻了，好幾個女同事笑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又是鼓掌又是喊又是叫的。我說不至於這麼誇張吧，就是一個段子。他說就這麼誇張。我說是不是你講的時候聲音太小了，他們沒有聽到呢或者說別人都在聊天，声音太大了，没有注意到你在講什麼。他自己就笑了笑，喝了2杯酒然後他跟我說你是在安慰我呢，還是說你真的是聽不懂呢？然後我也笑了笑，我就隨他講了，然后我就當怎麼這件事就過去了，反正挺尷尬的。然後我講的時候呢，他說我在講這件事的時候，他們沒聽見這個內容，只聽見一個平庸的人在講話。他說完這句話之後，他自己就笑了，我也沒有接話，然後我就岔開這個話題，跟他聊了聊我們大學裡邊開心的事情我怕對吧，心情本來就不好，所以說就是這個道理其實都非常的簡單。這個世界評價一個人講話，不是聽他說了什麼，是先看這個人是誰。同樣的一個點，同樣的一個問題，同樣的一個段子，成功者說出來那叫做金字名言，失敗者說出來那叫做給自己的失敗找借口。同樣的一個人，有錢的時候講話講段子那叫幽默，有樂趣有風趣，落魄的時候呢講這個段子叫做油膩，心裡沒點數。就好比現在有錢人去吃一個杂草堆，那都被人说為有養生的對吧迹象比較高雅。那没錢人去吃一個雜草堆呢，就是你窮的吃不起飯了。所以你看說話的本質，他現在就改味兒了，從來不是表達是表演。而觀眾呢，他看的又不是你的表演，是看表演者你頭上的那個光環在哪裡。所以說成年人不是慢慢的讓自己變沉默的，而是被這個世界一句一句的給你噎回去的。人這一輩子活下來之後，就大家可以算一算，只有1年是在學說話，一輩子都是在學閉嘴。學不好這個閉嘴，真的這個人生過得很複雜就是你看他還說他在大3的時候那年他爸媽做生意失利
可能就是讓家裡出現了問題，一夜进行返贫了很痛苦，家裡還欠了一屁股外債。那個时候他的生活費1000塊錢一個月都打不過来，他沒有跟任何人講這件事，他就是白天上課，晚上去當這個服務員，凌晨2、3點還要去夜市上幫忙。他要是今天不给我講這些話，我到現在還認為當時他談了好幾個女朋友搬出去住了不回宿舍了。他說畢業的第3年他自己創業趕上了這個時代的風口，2年的時間他說掙了有個100-200萬，那個時候就是他人生簡直的黄金時代，看什麼都順眼。他說他那個時候非常喜歡去交朋友，也願意去分享也願意在飯局上跟別人講講他自己未來商業模式的一個規劃，講講自己的管理經驗，從0到1自己是怎麼跑通的。每次都会有人端着个酒过来之后跟他说，兄弟你太有远见了，我们加個聯繫方式好好聊一聊，以後多帶兄弟。就大部分都是這種的飯局他說。然後他當時也會寫那個公眾號，雖然他的文章的閱讀量當時我記得好像是並不高也沒有火，但是每條評論底下都是讓人受益匪淺的。第4年的時候他說他公司的合夥人一共有4個合夥人，然後呢就出現了分歧各自發展的路子不太相同吧，然後公司最終呢就業務停掉了完事之後關門了之後還賠了好多錢，他說賠了將近有個200-300萬，女朋友也跑了，但是女朋友跑的理由也是非常的誇張說他變了，到現在他都沒有搞懂但真正讓他沉默的不是說沒錢了破產了倒閉了女朋友跑了，不是這個，是沒錢之後發生的那些小事。他把公司關門之後，他還把自己的教訓總結成了一篇文章發到了微博上面，上面很多人去評論。他說評論最多的一句話也是最扎心的，有那麼一條他記住了，說你自己就是一個失敗者，不想着怎麼去總結教訓，還在那兒去臭顯擺。他說他讀到這一句話之後就那一刻就瞬間想通了，就很多事情這個世界評判你的標準從來不是你講的東西對或者說是不對，而是你講話的時候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姿態。你站起來的時候放屁那都是真理，你只要不行的時候，那真理在你嘴裡說出來那都是放屁。就我聽了之後，我感覺他說的也沒有毛病說的也非常對。人的一生真正能夠關心你的人是非常少的，很多人呢只是在看這個結果，他不問這個過程，你的過程再艱辛，他只是看你的結果是不是光鮮亮麗。所以說你不要去指望別人對你有多麼認真，或者說去關心你，即使他非常的欣賞你，非常欣賞你的人也會往往因為各種的原因而去忽略掉這件事情。我只能說沒有經歷過的人讀這句話讀出來的是道理，只有經歷過的人讀的是什麼？全都是啪啪的耳光。然後他跟我講，你知道成年人最大的幻覺是什麼嗎？我說你講講我聽聽看。他說是以為你身邊的關係都是感情。他公司出事之後，他跟平時聯繫幾個不錯的朋友打電話，他說一個出差了，另一個說最近很忙，還有一個沒有聽完就插了一句說沒事熬過去就好了，這就是他的朋友。然後呢就開始聊起自己買的新車，當然他的朋友也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雪中送炭，只是說漸漸的離開了。所以說成年人的世界沒有那麼多的戲劇化，更多的是什麼？是一種禮貌，安靜的分流。人在不同的狀態下就是朋友四處分散，這是一個正確的態度有一天晚上他說他實在是心裡太難受了，心裡實在熬不過這一關了，給他一個最鐵的哥們兒打了電話。就他沒想到的是，這個哥們兒二話沒說，離着他家將近40-50公里，大半夜的直接開車過去了，兩個人在他家喝了一晚上那個兄弟說他記得很清楚，他跟我說人沒事就行，錢沒了再掙嘛。到了第二天早上4-5點他兄弟就起床了，就回家送孩子上學了，就趕回去了。就門關上之後，他說他的心裡是沉沉的，沙發上就剩他一個人他坐在沙發上看着滿地的啤酒瓶，從早上7點盯到了晚上7點，也不餓也不想吃飯，手機靜音的可怕。我說的靜音不是自己關的，是沒有任何人給他發消息，一條都沒有。他沒有怪任何的人，也沒有怪任何的兄弟，對吧？也沒有怪他那個早上起來就走的兄弟，畢竟人家自己家裡有孩子有媳婦也有生活，不可能一天天圍繞着他去生活，對吧？但是這種情形下，就是比孤獨更讓人難受。難受的是什麼？他說是
那段時間他们就明白了一个社会真正残酷的一個真相，就是你的痛苦在別人那裡永遠只是一個消息，只是一個消息。你撕心裂肺哭的深淵，對於別人來說就是沒有任何影響的一件事情，別人只是聽到了而已，他最多只能替你難過2分鐘，這種的人已經算是你真正的朋友了。他說就那幾個月，這哥們兒每天睡到個下午3、4點，醒來之後手機發現一條消息都沒有。他從最初的焦慮到後面呢就改成了自己的習慣，最後就變成了自己的享受。然後他跟我就說了一句話我分享給你們，我認為這句話都值得各位你寫在這個備忘錄裡面。他說，人的一生從頭到尾能陪你熬過深淵的只有你自己，孤獨不是一種遭遇，孤獨是一種覺醒，而跨過這道坎的人身上會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眼裡沒有光了，但是心裡有一桿秤。這不是變壞了，而是讓自己進化了。這句話真的字字非常的絕，非常的扎心，趕緊給我寫在備忘錄裡，真的非常有用。他說，我開始重新的審視自己身邊一切的這個關係。以前他覺得朋友就是朋友，義氣呢就是義氣，在他現在看來，就所有的關係都有底層的邏輯，就是4個字，叫做價值交換。這句話說的非常難聽，但是經歷過的人都懂。你若是沒有價值，你的血緣、你的至親都會對你失去任何的耐心。但是只要你站起來了，你八竿子打不着的關係都會跑過來管你認親，都會來和你走親戚。他說，我在整理這個手機相冊的時候，翻到了幾年前的那一張張的面孔，那些笑得沒心沒肺的，讓自己非常開心的，覺得這個全世界都是好人的那個傻子，其實就是自己。盯着照片都看了很久，他只是很平靜的把手機關掉，也沒有刪掉腦子裡就說出來了一句話，就有一句話拂過，玉滿桂花同載酒，終不死，少年遊。他說這不是傷感，是難受，心裡過不了這個坎兒。他終於活成了那個話少冷靜不輕易相信任何人的成年人。他說這挺好的，那個少年是護着當時的我，而現在護着我的是當時的那個少年。真的，當時我聽完他說的這些話之後，我自己卻沉默了很久。回來的路上我想了想，他是這樣，我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本來是想了解一下他的經歷發生了什麼，結果聽完他的經歷之後變了個人似的，回來的路上把我自己幹 emo 了。所以說我才跟大家去聊一聊。我是從19年開始創業的，那個時候真的是年輕氣高，心氣非常高，上天下地就無所不能，誰的話我都聽不進去，誰的建議在我這兒都是個屁。因為當時我非常賺錢的，20年的時候憑自己的一己之力就虧掉了200萬，整個人躺在床上好幾個月就跟死了一樣，一點心氣都沒有。我現在都不敢回頭看，我怕回頭看一眼我自己就過不來了，我怕我自己現在都撐不住了。但是我特別想說幾句話就不管你現在過得怎麼樣，請把你的嘴閉上，不是所有的場合都需要咱們去輸出觀點的，你我只是個普通人，贏了道理輸了利益，這種事情咱不幹，這是蠢人才幹的事啊！別人沒有問咱的意見，咱就不說話，因為你說了也改變不了這件事兒。所以說閉嘴不講話，閉嘴沉默，它不是懦弱，是把省下的口水潤潤自己的嗓子，用在可以真正能夠實現自己價值變現的地方，把你的表達慾望降成你的執行力。說話的成本是最低的自我滿足，對吧？那麼做事的代價是最高的自我的證明。那麼你費勁兒去解釋自己，那不如悶聲自己做成一件事兒啊，做的效率高一點。等你的結果擺在桌面的時候，大家都能看的時候，對吧？你自然不用講話，自有大儒為你辯經。對他人的期待，你現在就變成一個零。不要指望別人理解咱，也不要指望別人給我們自己雪中送炭，也不用指望自己的父母能共鳴自己的困境。你把你的期待降為零的時候，每一份的善意都是極其驚喜的。這不是消極，這是成年人對最自我高效的一種自我保護。接受孤獨，把自己訓練成一種武器，在沒有人陪的時候就自己陪自己唄。想傾訴的時候就做運動、跑步、看書、搞錢。孤獨不是懲罰，是篩選啊，它會幫你篩選掉一些毫無意義的社交，篩選掉消耗你的人和所有的人際關係，讓你看清楚就是誰值得讓你花更多的時間，誰只是酒肉朋友。就是別把自己的
痛苦當成一種身份，你可以颓廢一陣子，但是你不能把痛苦當成你的徽章，看見人你就讓他看，就亮出你的徽章。有些人在深淵裡邊爬出來之後，就是会把痛苦當成一種談笑，一遍遍講自己當初有多麼慘多麼悲哀，換取這種廉價的同情。別人呢，對吧？千萬別這樣，不要這樣做這種傻事。當你真正哪天提起這些經歷的時候，語氣平靜的就像別人在講故事的时候，那個时候才是真正的放下的时候。所以說记住，半夜開車來看你的那個人，雖然第二天他早上趕起來送娃去了，他來了他就夠了。成年人的友誼不是時刻在场，而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出現過。這種人真的不多，遇到了就珍惜吧，一輩子有一個也值了。我在這裡也非常感謝我對人生快沒有希望的時候，那個他接了我的一個電話，聽我嘮了將近3個小時。感謝的話我不會掛在口中，但是你這輩子我都不會忘記的。這個世界不會因為你的善良就對你溫柔，也不會因為你的委屈就會對你公平。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讓你自己變強强到自己就是强到你沉默的时候都会被別人讀成你是一個深沉的人，而不是說你呆若木雞。強到你自己獨立的時候孤獨的時候被別人行為你是一種高貴，而不是說你孤僻。強到有一天你坐那兒不說話，全場都等着你的表態的時候，看你的態度的時候，等到那一天你會發現你所有的廢話都不用說了，你也不想說了。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